在世界各地，从埃及的沙漠到秘鲁的高山，再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有一些地方一直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这些遗迹中存在着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现象，石头像被融化过一样，出现玻璃化、扭曲甚至重新凝固的痕迹。这些并不是普通的风化或坍塌，在很多遗址中，破坏的程度远比自然侵蚀更剧烈，看起来更像是整个建筑曾经被极端高温覆盖，甚至高到让岩石开始软化、流动，然后再次冷却成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出现在苏格兰。大约250年前，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人在苏格兰群岛徒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处异常的古老遗址。在一座名为塔佩诺斯的山丘顶部，一座古代堡垒静静矗立，但它看起来并不正常。这些石墙不是普通的岩石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光泽，就像被烧融后重新凝固的玻璃。整面墙体的石块融合在一起，形成类似黑色玻璃的质感，看上去不像是简单的破损，而更像是一次转变。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建于2000多年前铁器时代的堡垒曾经经历过极端高温，甚至高到让石头局部液化。问题在于，苏格兰并没有火山，在这个地区也找不到任何自然现象能够解释这种级别的高温。更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在苏格兰，类似的玻璃化堡垒超过70处，而在整个欧洲已经发现了150多处类似遗址。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地方的偶发现象，而是一个横跨整个大陆的谜团。科学研究表明，要让石头发生玻璃化，需要大约1200摄氏度的高温。即使在现代，这种温度也需要工业熔炉才能实现。而在公元前500年，人类最先进的热源不过是铁匠炉，其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即便是大型篝火，在理想条件下也很难持续超过1000摄氏度，更不用说长时间稳定维持。更诡异的是，这些遗址的受热分布也不符合常规。很多堡垒的玻璃化现象主要出现在墙体的内部，而且往往从高处开始向下扩散。如果是外部攻击，比如火焰焚烧，那么最严重的损伤应该出现在外墙，但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这让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高温似乎是从内部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外部。20世纪，为了验证这种现象，考古学家曾进行过一次实验。他们按照铁器时代的工艺重建了一段石墙，然后在外侧堆放大量木材并点燃，制造出一场持续燃烧的巨大火焰。这场火整整烧了22个小时，但结果却让人有些意外，最高温度只达到了大约800摄氏度，远低于石头发生玻璃化所需的温度。虽然石块确实出现了受热的痕迹，但并没有真正形成那种类似玻璃的结构。这也意味着，仅靠木材燃烧似乎无法解释这些古代堡垒中发生的现象。随着进一步发掘，研究人员又发现了更多值得注意的细节。在那些已经玻璃化的墙体下面，依然可以看到更早期的建筑结构，比如普通的石墙、木柱孔以及典型的防御工事布局。而玻璃化的分布方式也显得非常不寻常。在很多遗址中，融化的痕迹往往是从墙体较高的位置开始，然后向下扩散，而且主要集中在内部，而不是外侧。如果是外部攻击，比如敌人用火焚烧，那么受损最严重的理应是外墙，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这让一些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这种高温或许并不是从外部施加的，而更像是从内部产生并集中释放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并非零散出现，而是在大量遗址中重复出现，看起来并不像是随机破坏，更像是某种有规律的过程。关于原因，各种解释也被陆续提出，比如雷击，虽然温度极高，但通常会留下特有的玻璃管结构，而这些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痕迹。再比如古代的燃烧武器，比如希腊火，但这种技术出现的较晚，而且温度也未必足够。至于一些更具想象力的说法，比如神话生物或传说中的力量，在目前已知的物理证据面前也很难成立。综合这些线索来看，这种玻璃化现象似乎并不符合外部攻击的特征，而更像是从墙体内部开始发生的某种高温过程。不过，即便经过了数百年的研究，这些苏格兰的玻璃化堡垒依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在埃及达舒尔地区，位于斯尼夫鲁湾区金字塔正东的位置，有一座非常特殊的建筑——达舒尔黑金字塔。这座金字塔与古王国时期的其他金字塔相比，显得格外不同。不仅是外观上的差异，
更在于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它的建造目的、结构设计，以及它为何会变成如今这种状态。最初，这座金字塔和其他金字塔一样，外层覆盖着光滑的白色石灰岩，在阳光下应该呈现出明亮的白色，是一座极具标志性的建筑。但如今，它却呈现出一种暗沉，甚至略显融化的外观。黑金字塔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它现在的状态。外层石材剥落后，内部的泥砖核心暴露出来，结构出现大量裂缝，让整座金字塔看起来阴暗而破碎，仿佛正在慢慢融入沙漠之中。按照主流观点，这种状态通常被解释为结构问题和长期风化的结果，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变化可能不仅仅是自然侵蚀或坍塌造成的。在这些观点中，有人提出这座金字塔的材料或许曾经经历过某种极端条件的改变，比如高温或压力，从而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了结构。某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类似玻璃化的特征，看起来像是曾经暴露在远高于普通火焰的温度之下。支持这种说法的人通常会提到金字塔周围的碎石，部分残骸看起来有轻微变形，甚至彼此融合。这种状态与常见的结构坍塌并不完全一致。按理来说，如果只是重力导致的崩塌，碎石应该更规则，而不是呈现出这种混合、压缩甚至略显异常的形态。基于这些现象，一些更广泛的推测也被提出，比如有观点认为，在某个遥远时期，埃及地区可能经历过某种强烈的自然或环境变化，涉及高温、压力甚至水的共同作用，从而对这些建筑产生了影响。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假设认为，金字塔内部可能曾经发生过某些复杂反应，比如密闭空间中的化学变化或其他尚不明确的过程，导致局部温度显著升高。不过，这些说法目前仍缺乏直接证据支持。在这些不同观点中，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可能，这座金字塔本身的年代或许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还要更久远，它在后来的王朝时期已经处于某种受损状态，而后人只是继续利用或修缮了它。除了黑金字塔，在埃及的另一处著名遗址丹德拉的哈托尔神庙中也存在类似引发讨论的现象。这个神庙因其被一些人解读为古代电灯的浮雕而闻名，但在其中一段区域还可以看到一些看起来异常的石阶，这些石阶的表面似乎有些软化的痕迹，看起来像是被高温影响过，边缘略显圆滑，甚至带有一点流动的感觉，与周围精细雕刻的象形文字和柱体形成了鲜明对比。针对这些现象也出现了多种解释。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人为造成的结果，比如在建造或后期处理过程中使用了一些我们今天尚未完全了解的方法，对石材进行塑形或调整。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源于某种已经失传的技术或建造方式。这种观点假设，古人可能掌握了一种能够对石材施加强烈高温的手段，在不破坏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对石头进行重新塑形甚至重组。在这些设想中，还有一种更引人关注的解释，这些台阶或许是被刻意改变过的，也就是说，古人可能使用了一种类似化学处理的方法，使石材在一定条件下变软，从而可以被塑造或调整形状，然后再重新变硬。如果这种技术真的存在，那么就意味着古埃及人对材料和化学性质的理解可能远超我们的常规认知。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持更传统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看起来像融化的现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融化，而更可能是长时间使用与环境侵蚀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台阶曾经承载了无数朝圣者、祭司和来访者的脚步，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磨损，再加上风沙和气候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今天这种看似流动的形态。在这种解释下，那些类似融化的痕迹只是视觉上的错觉。尽管存在多种解释，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能够完全说服所有人。这些现象依然处在讨论之中。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另一段同样充满争议的历史记载。在圣经创世纪中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两座因罪恶而被毁灭的城市。根据记载，上帝派遣两位天使前去毁灭这两座城市，只拯救了一位被认为是正直的人，罗德以及他的家人。当罗德一家逃离时，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命运也随之降临。长期以来，这个故事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宗教寓意，用来表达神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就像大洪水的故事一样。但在2006年，这种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原因是在约旦河谷地区，一座名为塔尔哈马姆的古城遗址被重新发掘。
在青铜时代，这座城市曾是当地最大的城市之一，规模大约是当时耶路撒冷的10倍。正因为其历史地位，考古学家一直对这里保持关注。直到2006年，一位名叫史蒂文·柯林斯的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异常的证据。当年，他和团队向地下深处挖掘，最终到达了一层对应大约公元前1650年的地层。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层厚大约 1.5 米的灰烬层。这一发现本身就已经令人震惊，但更让人意外的是，在这层灰烬中还包含着被烧毁的人类骨骼碎片、融化的泥砖以及各种建筑残骸，甚至还有一些陶器碎片，看起来已经被融化成类似玻璃的状态，并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绿色光泽。当这些绿色玻璃样本被送去实验室分析后，结果显示这些陶器确实经历过极其强烈的高温作用，而且这种高温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产生的。这一发现也让整个遗址的解释再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柯林斯开始思考这种高温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明显超出了当时人类所能掌握的任何技术范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和团队又发现了更多令人困惑的线索。在那层灰烬和融化物质的下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长期居住的痕迹，这种居住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但在这层之上却出现了一段明显的断层。这里曾经被人类完全放弃，大约持续了700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问题最终推动了一项规模庞大的研究项目展开。这项研究汇集了21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历时超过15年。直到2021年，这些研究成果才正式发表在《自然科学报告》期刊上。当结论公布时，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研究古代文献的人群都感到相当震惊。首先，研究人员认为那些融化的泥砖、烧焦的骨骼以及带有绿色光泽的玻璃状物质并不符合战争、火灾或火山活动的特征，因为这些因素都难以产生如此极端的高温。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向，这种现象可能与陨石或彗星有关。但问题是，在遗址附近并没有发现撞击坑，这也让研究进一步指向另一种可能，所谓的空中爆炸事件。这种现象指的是，当一颗高速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小行星或彗星在空中发生爆炸时，会在地面造成极端破坏。研究人员将其与1908年发生在通古斯地区的事件进行对比。那一年，一颗直径约55米的小行星以极高速度进入地球大气层，在空中爆炸，瞬间熠平了近1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而研究团队认为，发生在塔尔哈马姆的事件可能比通古斯爆炸还要更强。在这15年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不仅重新分析了最初的考古发现，还发现了一些新的关键证据。例如，在遗址中发现了微小的沙粒，这些沙粒内部出现了裂纹，被认为是高压冲击的结果。这种现象通常需要极强的压力才能形成，甚至足以冲击石英晶体，而石英是自然界中最坚硬的矿物之一。也就是说，这里不仅存在极端高温，还伴随着异常强大的冲击压力。更奇特的是，在同一层地层中还发现了异常高浓度的盐分，有些区域甚至达到 4% 到 25%。 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与爆炸冲击死海有关，使大量含盐水被抛入空中，然后重新沉降到地面。这些盐分进入土壤后会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这也与遗址被废弃长达700年的现象相吻合。综合这些证据，研究人员尝试还原当时的场景。在他们的推测中，空气温度可能在瞬间升高到约2000摄氏度以上，衣物和木材立即起火，武器、泥砖和陶器几乎在瞬间开始融化。紧接着，一股冲击波以大约每小时1200公里的速度横扫整座城市，其威力甚至超过已记录的最强龙卷风。建筑被摧毁，夷为平地，城中约8000名居民和所有动物都未能幸存，遗骸被冲击成碎片。基于这些现象，有人开始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这样的描述是否与圣经中索多玛和